们先看它的发际线，碎发特别多，这里有几个刘海，前区的发量特别少，然后耳朵呢是一个招风耳，后面的发际线很好，比较服帖，头发本身的发质特别直，然后后头型这里的很扁，后面的发际线落点挺好。首先我分前后区分开，那么后区这里因为它头比较扁，所以我分的会比较微，从耳上点的2指位开始。那它这个头型是比较平的，我想要塑造在后面，第一底下呢，这里的它的肩颈线很好看，我想剪完之后这个头发剪完的服帖度是贴在它脖子上，那不是要把这里剪完之后很利落很干净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耳朵是比较翘的，所以我会在前区的前半头选择斜向去渐增，去剪一个比较利落的干净的一个轮廓，那保留它前面这里刘海的长度，所以出来之后前面看起来是很柔的，旁边干净利落一点，那后面呢我所设定的长度是沿着这个下颚线出来的，是比较自然的。同时我会用后上区的头发制造我们的堆积感，从而让我们这个头型的扁平的地方填充我们的一个弧度。首先我们从后区开始，这个区域在剪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如何让这里达到一个柔和度，同时呢不是剪得过碎。如果这里我剪的层次很低了，打比方我剪得很低，剪的就算是这个长度，那我们得到的结果它只是一个结构这样的堆积，那上面压下来会比较重。固然中间能得到一个很好的饱满度，但是呢两侧可能就会有问题，会头会很宽，因为本身头就是扁的。所以在这里剪的时候呢，我选择在它头位前倾的情况下，低于水平1指位这个角度去提拉，所设定的长度呢3到4公分，3到4公分，那是一个比较轻的堆积。这里堆得越重，在这个很扁的头型上，那就越会得不到一个很柔和的一个圆润度的一个剖面了，出来会立体，越立体旁边就会越宽。那我们可以选择放射的方式去裁剪，因为它这个发际线有个特点，耳朵这里比较大的时候呢，这里很空，所以我们要延长这个旁边头发，耳朵后面这里一定要有头发。当我们旁边剪完之后是干净利落的时候，这里如果再干净利落，那么这个头发整个就看起来非常的帅气和硬朗。那前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模特的脸它是属于非常奶的，它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这次要给它稍微变化一下。如果服务顾客的时候，我觉得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剪就可以了。在此我只是给大家分享关于这样的裁剪方式，我们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裁剪结果，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些方法去服务顾客。在客人头前倾的时候，我们逐渐去提升我们角度的堆积，是一个比较轻的堆积层次。我们从中间这个点逐渐延伸往旁边去划分去分配，从上往下去裁剪。这样呢，我们是以放射的一个分份的方式来去分配的。因为在这个头型上，我可以延伸它这个头型的两侧的长度。同时呢，在刚干发的时候，我们会看它的头发是特别直的。我们要最大化利用这个分配的方式来让它产生一点点倾斜力。那这样直的头发是不可能有很明显的流向，那所以只能靠我们剪刀剪完之后，这个切口非常干净利落，得到一个比较这个不会是拖泥带水这种碎的结果。都是从这里开始慢慢延伸，角度一定要够，一直顺着这里来。那为什么选择这个轻的堆积？因为到了外侧这里的时候，我可以慢慢去把这个转角以外的头发，我可以通过我们向后去带去提拉的时候，
保留这里的长度的同时，我可以慢慢提升角度。外侧这里呢，我可以把它变成接近我们的去除层次，这样外侧这里就不会重。这里都一样。常规我们在剪的这个放射的时候，我们后面是分为7片的。那往期学过我们的课程和了解我们的进阶领的技术都知道，但他的头发很直，我这里就不是分为7片，我要慢慢去剪。因为越直的头发你分得越粗糙，出来之后的切口面就会呢越钝，所以我分得很细腻。都是以这个点去划分啊。那这样呢，我们得到的外侧其实就会比较柔。这里的长度最好是顺着下颚线啊。那最后在吹干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底线剪得很齐，显得它发量会比较多。那遇到头发很粗硬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剪得比较碎，显得这个底线很柔。只是看你想要表现这个头发的整体的厚度是显发量多还是显少的。这里我们把它点剪一下，不需要这个地方出现特别尖锐的一个结果。那先剪右边是为了很好的控制这个长度，那么左边你可以根据右边这个长度去先定轮廓线，然后再去剪。那往往有的时候你剪这个去除层次也好，还是堆积层次也好，先把左边剪好之后，右边其实很难找到对称，所以建议大家呢先剪右边，因为右边是你控制不好的以及控制对称有难度的地方，所以呢左边这里就比较快了。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层次剪一个轻的堆积往下就可以了，碎的待会我们剪掉就可以了。从原点开始，提拉的角度，在头位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接近水平去拉，通常是比水平低一个手指。通常我们第3片就要画到转角线以外，是对着我们的耳垂去画的。反手边当你控制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分的片数要多，这样的匀度会比较好。通常我们的第4片是从中间这个点分到我们的耳孔，直接对着我们的耳孔开始画分，手位不要超过我们的颈侧点，这样就会延长这里了。但是这个时候延长的结果它不一定是说就是对的，所以在裁剪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去越施加向后带的时候，它既延长了又施加了这个推力。那当你定在这个转角的时候呢，去剪的时候，它有延长，但是它的切口会走得远一点点，所以它这个契合这个头骨和流向这块我觉得会更好。转角的地方你可以去保留，也可以不要啊，顺手边比较好控制。然后这个底线可以根据另外一边你去这样做一个点点，不一定要保留这里很长很尖锐，只要我的外轮廓看起来是厚一点点就可以了。这个姑娘的头发比较少，所以呢我要保留这个外轮廓线不是看起来特别碎的。再到我们的耳上点啊，这里都一样，我们可以提拉到水平。这个时候提拉到水平是因为它头位是前倾的，你提拉到水平的时候，它也不会觉得这里会特别显得我们的长或者是重，落下来其实就是刚刚好的啊，就精致。最后一片还是带到这个位置，提拉到水平，梳透就可以了。喜欢这里的这种推理，你可以把它做的薄一点、细腻一点、服帖就可以了。那我今天是要把这里呢剪完之后精致一点，看起来厚实一点，这样我们整个后区这个柔和度是一个比较精致的，不是以碎为主，是以服帖头发以及保留两边的长度为主，这个结果就出来了。从我们的侧面开始，因为我想把这个头型剪得比较瘦长的头圆，并不是中间堆积的很空的这个，因为这个模特它看起来还是比较奶的，
如果我们把中间剪得很高，那后面虽然饱满度有了，它会比较硬。那就算硬了之后呢，还得考虑个因素，它头发很直，能不能得到那种很柔和的这种圆弧度，它又是一个因素的存在。所以这里呢，我以耳朵上面这里最长的做引导。那这样剪完之后呢，我旁边就会放的比较，这个落点就会比较柔和。落下之后，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痕迹，圆的向后。这里我不需要它堆得特别的重，我只需要一个结果，显得头显瘦长，显椭圆。同时我们看起来这个头发比较这个自然就好了，不希望看到很强的这个技术的痕迹在上面。就一看这里是属于什么层次，或者是属于什么形状，如果看得见了，那说明这个柔和度就已经没有了。慢慢我们过渡到旁边就会变成不连接了。那这里剪完之后，我们要去观察，它不会影响到这个外线。外线这里不需要这么尖锐，不需要这么尖锐。包括我们吹干之后，我们还要把这里剪得厚实一点，显得它头发显多。那这里慢慢我们就开始从按照我们这个长的引导线去引导，那么下去这里的就跟它有不连接了，这里自然而然这个长度就掉下来了，不用去管它，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圆的切口去剪就可以了。那落点就比较低了，把它点的比较自然就可以了。出现是一个圆的轮廓，压的比较低。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样把所有的切口，比较直的头发上，我们一定要去斜的，去抹得更圆。这样会更自然。所有提拉的角度不要低，接近水平，不高过水平就可以。切口随头圆去剪，顺着这里，把所有的切口剪圆润。越是这种直的头发，我们在剪的时候方向带的就越要够。那这里就是4带3、3带2、2带1。所以当我们的方向带的不够的时候，头发就会很直的掉到原来的位置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坡度了，厚度就不会那么的硬了。如果选择平切口去剪的时候，那就会有大问题了。第一，你要分得特别细；第二，就算是平切口，你剪完之后吹干还是要做大量的点剪。而这种比较直的头发，在吹干做大量的点剪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容易把切口剪散。到了中间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根据每一层的长度导线做就可以了。自然而然，我们这个上区和下区就是不连接了。这也是在剪短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从连接过渡到不连接。那还有一个就是从不连接被藏在里面，它外区是连接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后区就很自然了，两侧都一样。到了最表面这里，我们就带到水平，剪圆就好了。在这里我就不刻意，在它这个扁的头皮上，我就不刻意去压重我的表面一层了，因为我本身的落点就比较低了。这里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么剪这个圆形堆积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是先剪左边，左边是不顺手，这样就 OK 了。
这个侧面觉得就没有问题了。这一侧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那这是剪圆形堆积呢，这是右边，控制呢比较好控制，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快速操作。剪它的角度不高过水平，随头型慢慢往下降，顺着这个来。头型越扁的人，堆积越重。当你的功底和我们处理的方式不得恰的时候，可能得到的还不如这个中高角度的一个堆积来的会自然。所以因为在它这个扁的头型上，我选择的是高角度这个柔和的堆积层次，不会把重心压得特别低。所以我在剪的时候呢，顺着这个头型走，慢慢从连接就过渡到不连接了，一直到我们的中间跟另外一边去接轨，逐渐分层。带的发片的方向我们一定要往这边带，4带3 3带2 2带1。每一层我都是向上一片去靠，在靠的同时，头是前倾向另外一侧反方向倒的时候，我提拉的角度是不高过水平的。当我们的角度一旦高过水平的时候，落点就不可能有重量线。在剪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头是圆的，那我们也是从高往下降的，每一层降到这个后续划分的时候，随头骨的高度逐渐往下去延伸。每一层都是同样的方向，逐渐往下，斜的往后分配。切口不宜太深，当我们把切口剪得很深的时候，质感也就会被破坏掉了。好的发质嘛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直的头发，我在考虑就是要降低它的落点，然后还要去维持它这个圆弧度的形状，一直到中间我们交叉去做。那这时候两边一剪完之后，我们要去看是不是在后面我们得到一个结果是一个偏圆的重心比较低的一个圆弧形。在剪的时候呢，眼睛看到我们的第一是要考虑它的对称度，第二是要看整个头发的流向。对称度有了，流向有了，我们再看长短比例，长短比例有了之后呢，我们再看上下过渡的一个层次比。OK， 这样我们的整个后区呢就剪好了。剪完之后，把不连接这个区域交叉去做个点剪，然后把这里的长度抹掉一点点，去掉这里。一直左右交叉去抹掉中间的地方。把所有的切口都一些点剪，检查一下。保留重心的同时，切口的柔和度还要有。
第一层我们戴起来的时候，我们微微的斜向后去提拉，剪的长度呢，我们在耳垂左右，平行戴起来就可以了。那不需要戴到我们水平这个角度，我们是向下去梳，随着头型的角度平行戴起来，平行画翻键。这后面呢，我们直接斜的去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呢，不会觉得这里会长短悬殊会很大，也不会出现前面突然剪得很短，然后后面会扣得很长。这里是我平行这个头皮的角度向下去提拉的，顺着这个。越往上，我们的角度就越低了。往前带，它会微微往后走。这是为了迎合我们前面刘海的长度，因为它刘海就是在这个长度，所以当我们越往上的时候，我们分的会越平了。刘海的长度不动，刘海我们不动。再往上，一个圆形向后的一个垂低层次。这个时候我们所剪的轮廓都是偏硬的，没有任何的这种点剪，是为了让外轮廓和我们的后区过渡的好连接。平行头皮提拉。再把后面能梳到的在耳上面给剪掉。对，所有的都是一样。那每一层往上递增的时候，根据这个头的坡度来去点增，这圆形渐增层次。这样剪完之后呢，我们前面可以得到一个偏固体的这个轮廓，跟后面的重心连在一起。接下来就是我要把这里的层次呢做点剪柔和。一直顺着这里，一直做点剪。每一层的发片斜的向后去提拉，把所有的切口做点剪柔和，直到我们的外围轮廓看不到这种痕迹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不去做，吹干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做。然后边角的感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个人的五感去定边角。我们把边角切平了也可以，剪精致了也可以，尖的也可以，斜的向前切也可以。先把轮廓这里剪好。再把前区和后区连接过渡的地方，这个角去一下。OK， 两侧这里一样，微微斜的去划分，平行这个头皮角度去提拉。在剪的时候不需要太短，落点在我们的耳垂露出来就可以了，耳垂露出来就可以了，逐渐往后去划分。每一层递增，因为头皮的角度在动，所以每一层我们的角度都在递增。再来，但有些人在剪这个侧面的时候，很喜欢把这里面剪成去除，外面的覆盖下来。其实不是不可以，这样还原的周期就会短一点。它只是一种剪裁的方式。那我这样去剪呢，它是连在一起。再往上，根据我们的这个长度，
逐渐来。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刘海的长度了，不动掉这个刘海的长度，顺着这里往后剪，这样外轮廓的圆形的一个框架就已经出来了。平行头皮去提拉，微微向前倾拉，后面能梳到的剪下，直到最上面这一层剪下来。因为它发量比较少，所以前面我在剪的时候呢，角度都是放低，平行头皮去提拉，这样剪完我们的固体和重量容易不得到保证。还有一个，它前面的发际线这个区域的里面呢很窄，所以做去除的时候只会减少这里的量，这时候得到的是一个侧面偏固体的一个形状。所以在往后梳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切口呢，在侧面这个位置上做点剪揉合。剪完之后，我们同样把边角的地方跟另外一边做对称，可以就这样的边角不动，也可以呢逐渐去提升。如果头发少一点的人，我们这里呢就不需要去做这些边角了。如果头发再多一点的人，我这里面就肯定是剪到这个区域的做去除的概率会比较高。这是根据本身的素材来决定，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技术来裁剪。这里我只需要把后面这个尖的剪掉就可以了，保留着一点点这种斜前的边角。前面刘海的区域，我们要把这里的重心这个硬度剪掉，所以呢，一直顺着这个头型这里开始做点剪揉合，一直顺着这里来做。外线这里可以选择点剪一直做，让我们的这个前半头这里看起来柔柔的，前后最尖锐的地方过渡一下，连接一下，不需要这个边角特别长，所以用10%的牙剪一直在这里去剪。剪完之后呢，这里是比较柔的，不够我们再去。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呢，这里的边角飘在我们的耳背上面就可以了，可以这样飘过来就可以了。OK， 上面头发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只需要这样斜的去分发片，把发梢10%的把发梢过一下就好。这个区域的头发我只需要过一个发梢就好了。这样梳下来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干净的，当然上区和下区呢，这个过渡的地方和边角地方就不会出现硬线了。我把所有的发梢点揉一下就可以了，最表面的顺着这个堆积层次去剪，这样比较快速操作。下区我们待会儿才来做，这里发梢点揉就好。接着剪到中间，这样这个表面就 OK 了。我们直接在发梢的地方去做揉合就可以了。它最主要是打到这个过渡的地方，上下不连接的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发尾打柔。在去量的时候，
我们根据底下这个剪结构的方向去剪就可以了。当我们剪完下去之后，我们把上去的头发放下来，把上下层次过渡的地方做一下就好了。这样整个这个侧面就可以了。如果我要一个比较柔和精致的底线，这个时候就一直在打发梢，一直拿这个牙剪去做，我们就削弱了这个底线它的剪刀齐的这个痕迹的结果了。也不需要刻意去保留这个角，一直去做均匀就好了。这边一样，把边角的区域梳出来。这里我们用牙剪不断的从这里打发梢，打到之后呢，我们看到这里可以通过往后梳的时候飘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而侧面的位置呢，直接剪，柔和这里就可以了。自然梳到后面去，有一些碎发自然掉在我们的耳背就 OK 了。上面区域的头发其实比较简单，发梢过一下，被剪完之后呢，它还是这样融合在一起的。主要以柔和发梢为主。当我们发现比较厚的发梢，我们可以多烫两刀，有10%呢去不了多少头发。这里所有的发带都是根据以柔和发梢为主。有的时候它头发这么直，我们也用牙剪吗？其实这是根据你对头发的判断，有些是通过漂发或者是烫，还有这个软化做出来的纸，那种纸呢我们就不可以去碰牙剪了，尽量不要碰。那这种是自然的纸，只要我们把头发层次剪得足够匀，我们还是可以用10%来做的。更何况我的去量特别少，又不是去量多的，这个问题不大，做客人也是比较快速的一种方式。过渡的地方，这全头每个区每个发梢你都要打到，不用刻意去单独把哪里打得特别多，这样就 OK 了。那么在这个侧面底下这个区域往下去把它打柔和，这里还是要柔和发梢，一直顺着这里的。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把过渡的地方做柔和。而且这样打的话，其实它一点点发量出来，不会去多，以去量为主，是柔和发梢为主。再去把转角的地方在根部打一下，带到发梢，把这边的底线做的和另外的底线一样，一直这样做点点。要吹干之后，可以把这里的长度的约束度，我们可以剪得稍微厚一点点，
也可以就这样揉的碎的，只要它不翘就可以了。转角这个以外，这里头发让它翘一点点，我觉得在侧面是好看的。那为什么底下要剪这个长度？这个长度的，只要是还是服贴在脖子上，那么它的所属的风格呢，它不会显得过硬，不会显得那么的中性和干练。同时我们在侧面去看，得到的弧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这个弧度。OK， 我们在湿发的时候已经完成所有的结构了，去量也做均匀了。那前面的刘海还是原来的刘海，那我得到的是一个在湿发的时候我们外轮廓比较干净，那这里飘了一点点小边角的感觉。那后面因为他的头发比较直，我在后面剪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重心落得很低，是为了保持这里的垂感。因为这个头发直的时候，当你剪高的时候它不一定会有垂感，它就会扁在这里了。那后面我保留了这个柔和的外轮廓线，同时我们约束了前面的长度是站在后重心上点的下点的一帕的距离，那前后过渡起来也会很自然。在处理后薄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这里的后薄和我们的边缘线做着一样匀就可以了。整个后面现在看起来也是比较显头往后圆的收下来的一个重量啊，两侧都一样。接下来吹干，我们只需要去检查底线的精致度以及这个刘海这里的厚实度，其实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底线修精致，出现一个碎起的结果。来到后面这里呢，我们上下滑一点点。我们逐渐把这个发梢点揉一下。虽然我们在湿发的时候10%打，但这里还是比较合适。它后区发量分配的比较多，再说10%它只是柔和发梢，它起不到去量作用。真的要去量都是10%以上。精致就可以了。检查我们重心落点的位置。一直顺着这里来。我觉得这个区域就 OK 了，这边特别碎的去掉。剪一个头发，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匀度的质感层不要出现断层。做出我们的结构剪得很好，如果出现厚薄不均匀脱层的，通过是修饰导致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大的问题。整个头发的还原度就会很弱。我们上面的结构其实是偏圆润的，其实是偏圆的，跟底下是有不连接的。两侧的内层其实已经柔和了，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再检查细节。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重量去掉，挑出来也可以，划出来也可以。隐藏我们的切口跟内侧，只要我动的时候，我这前面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特别钝的痕迹就 OK 了。再到我们前面刘海的区域，点揉，所以很直的头发，我在前面这个里我就没有用压剪做。这里可以通过一点点的造型产生八字刘海，它自然分开的时候，中分、侧分其实都可以。造型在变化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现很生活的一面，也可以让我们的头发看起来很动感。如果用空心卷，平时日常中去卷起来，拆开它就是一个往中间分开的感觉，自带这种八字味。这里也一样，把厚的做些点点就可以了。
可以。贝贝叫做可气了。那。